星什么时候会再见到灵儿？答案是在灵儿为许星死到了第3次的时候。当年许星筑基归来，灵儿却被板泉路老头带去祖地筑基，一去数年。几年后他刚出来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找许星。可老头一句你接受传承后会更厉害，你许星哥哥看见一定更喜欢，硬生生把他拐去了紫灵山脉的木灵族传承。可老头万万没想到，他防小面却防不住心。那个纯粹的没有一丝杂质的姑娘，早在他被迫离开的那个雨夜，就把自己的本命气运之丝悄悄缠在了许晴手腕上。直到郡都那一夜，许晴正与神殿神子楚天群在一方世界碎片里生死相搏，对方绝杀之下，他的替命玉简全部碎裂，以半只脚踏进了鬼门关。远在紫灵山脉正在接受传承的灵儿，竟硬生生用自己的命替许晴挡下了致命一击。而这一次他自己却倒下了，传承失败，魂坠凌渊，肉身只剩7天寿命。老头彻底崩溃，嘶吼着冲进郡都。许秋，你身上的金丝是灵儿的本命，他为了救你已经命在旦夕。可当许晴赶到时，那句下意识的灵儿是谁，直接让老头惨笑出声。你连灵儿是谁都不知道，傻丫头啊，真的是傻丫头啊！这天地间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傻丫头啊？那一刻，许晴的心剧烈撕痛。这个一生恩怨分明，从不愿欠人的少年，第一次发现自己欠下了一笔还不起的情债。灵儿最戳人的不是他愿意替许晴死，而是他3次替死都没想让许晴知道。第一次海狮族，第2次三灵震道山，第3次郡都。多少深情就是这样，被爱的人岁月静好，付出的人遍体鳞伤，两边还都浑然不觉。老头红着眼告诉许晴，人生很多美好是没有原因的，他就是喜欢你。许晴没有一句废话，只回来6个字，告诉我怎么救。随后向着万丈灵渊一步踏出，他以紫月之力硬生生撕开18条气运龙蛇，在数百个残魂中抱起瑟瑟发抖的灵儿。灵儿不怕，我带你回家。这句话之所以戳人，是因为说这话的人是许晴，一个从小在贫民窟挣扎，从不轻信，从不许诺的人。我带你回家对别人是情话，对许晴则是军令状。为了把灵儿送出死地，许晴用自己的肉身挡在缝隙前，硬扛古灵皇开眼的滔天神威，把自己永远留在了原地。数日后，当所有人都以为许晴死了，他竟凭着一口气抠着岩壁一寸寸爬了回来。他把能让灵儿脱胎换骨的祖运黄气塞给老头，却在灵儿苏醒的前一刻默默转身走进黄昏。老头看着他浑身是血的背影，终于收回了骂了多年的小王八蛋，喃喃道：臭小子，虽缺点很多，也不讨人喜欢，但终究是个恩怨分明、重情重义之人。老头最后这句话其实是一个父亲的认输，也是一种成长。他终于明白，你活得了一时，却活不了一世。孩子的人生终究要让他自己去撞。所以你看，爱真的没有标准答案。有人爱得轰轰烈烈，有人爱得沉默寡言，有人一见钟情不问缘由，有人后知后觉以命相还。你可以不懂灵儿的孤勇，也可以不赞许清的迟钝，但请别嘲笑任何一种真心，因为这世间最稀缺的从来不是聪明的爱，而是不计后果、不求回报、不说出口的那一份真。